去年土耳其还在否决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如今却批准了芬兰的加入。在3月30日土耳其会议上，全场议会以276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批准了芬兰加入北约的申请。在投票结果公布后，芬兰总统绍利尼尼斯托立即对投票结果发表评论，感谢所有北约成员国的信任和支持。尼尼斯托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芬兰将是一个强大而有能力的盟友，致力于北约的安全。芬兰现在准备加入北约，我们期待着欢迎瑞典尽快加入联盟。随后，芬兰政府也发表声明称，加入北约将强化芬兰的安全，可以改善波罗的海地区和北欧的稳定与安全。3月27日，匈牙利的批准和3月30日土耳其的批准，意味着所有30个北约成员国均已批准芬兰加入北约的申请。最多15天，土总统埃尔多安就会签署法律，并再次将其送回议会。目前，芬兰只需完成一些程序性的步骤，就可以正式加入北约。预计芬兰将很快收到北约秘书长延斯·斯托尔滕贝格的正式邀请，然后向美国提供加入书就可以了。根据北约制定的规则，当该文件送达美国国务院时，芬兰将正式成为北约成员国。相比较而言，瑞典的加入就没有这么顺利了。去年5月18日，明明是和芬兰一起提交的加入北约申请，为什么截止到目前，只有芬兰有了明确的进展和消息，而瑞典的北约成员国申请却均未得到匈牙利和土耳其的批准，甚至连确切的时间表都没有。对此，匈牙利政府发言人佐尔坦科瓦奇表示，在批准瑞典加入北约之前，有大量的不满需要得到解决。科瓦奇称，两国关系多年来已经磨损，修补起来十分具有挑战性，但我们会积极消除与瑞典之间的隔阂，以便今后继续谈判合作。而土耳其方面，埃尔多安曾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与尼尼斯托会面后表示，自去年5月份至今年3月份，芬兰在争取加入北约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但瑞典一直没能做到，这是土耳其无法推进批准瑞典加入北约的原因。如埃尔多安曾要求瑞典向土耳其引渡130名 PKK 成员事件。去年6月，土瑞芬三国敲定入约备忘录。备忘录中，瑞芬两国承诺将支持土耳其的反恐工作，包括承认库尔德工人党为被禁止的恐怖组织。这也是土耳其曾一直反对芬兰、瑞典加入北约的直接原因。不过，现在只剩下瑞典了。稍后，火力军会详细介绍这份入约备忘录。而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芬兰和瑞典的加入会破坏土耳其对俄罗斯的战略部署，会让土耳其失去在北约的立足根本。芬兰、瑞典加入北约对土耳其的坏处。首先，我们知道土耳其与俄罗斯、乌克兰都保持着友好关系。虽然土耳其曾评判莫斯科入侵乌克兰，且向乌克兰提供了 TB2 无人机，造成了亲乌俄军的严重损失，但他同时也在积极参与与调停双方的和谈。而且，土耳其并不支持西方对莫斯科进行制裁措施，甚至他还在寻求与莫斯科维持贸易、能源以及观光方面的密切合作关系。如在2016年爆发军事政变后，即使美国已断供 F-35战斗机威胁，土耳其依旧顶着压力花重金引进了俄罗斯 S-400防空系统，可见两国在防务领域的密切关系。而一旦让芬兰、瑞典加入北约，让土耳其去接管黑海、高加索地区，那势必会与俄罗斯传统势力产生摩擦，从而引起双方的对抗，这是土耳其不想看到的。作为北约中特立独行的存在，他只想与俄罗斯保持默契而已。其次，土耳其之所以能成为最早一批北约成员国，主要原因是土耳其占据着关键的地理位置。土耳其东连亚洲大陆，西临地中海，向北遏制黑海，向南管控苏伊士运河，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更重要的是，土耳其可以直插俄罗斯腹地，可以直接威胁其工业中心。当年苏联向古巴部署导弹，引发古巴导弹危机的直接原因就是美国在土耳其部署了中程弹道导弹，威胁到了苏联核心安全。可见土耳其在北约的重要地位。而一旦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那么战略重心的转移会让土耳其在北约中的重要性将会下降。所以在以上两种核心利益问题上，土耳其必须保持强硬。如果芬兰、瑞典不同意土耳其的利益诉求，土耳其自然也不会让。
支持 PKK 势力的芬兰、瑞典成为自己的军事盟友。况且，按照北约的共识决定制，土耳其对这2个国家加入北约是拥有1票否决权的。而现在的情况，芬兰已经做出了一定的让步。出于地区安保的需要，芬兰已经决定，如果瑞典不能同时加入，就准备单独加入北约。据悉，芬兰4月2日将举行立法选举，一旦芬兰加入北约的申请被批准，芬兰这一届的议员们就想在立法选举之前就表决通过法案，让芬兰成为北约成员国。而且芬兰加入北约对土耳其而言也并非全是坏处，甚至瑞典若是和土耳其达成协议，也一同加入北约，对土耳其的好处甚至会更大一些。芬兰、瑞典加入北约对土耳其的好处。首先，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后，波罗的海将成为北约内海，而最难受莫过于俄罗斯，其北方军事压力会骤增，因为北约军事力量可以直插俄罗斯第2大城市圣彼得堡，俄罗斯因此必须重新调整兵力部署，将重心向北方调整，比如加强境线地区的地面部队和防空系统，并在芬兰湾水域部署更多的海军部队，甚至在加里宁格勒部署核武器和更多的高超音速导弹也说不定。如此一来，俄罗斯南方力量必然会被减弱，其在黑海、高加索地区的影响力也将随之下降。与之对应的土耳其影响力就会有所提升。毕竟在苏联解体后，由于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存在，土耳其一直无法完全掌控黑海，主要还是通过波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遏制黑海咽喉。但在乌克兰战争爆发后，俄罗斯黑海舰队损失惨重，旗舰莫斯科号沉没。假使此时俄罗斯将战略重心北移，土耳其将在黑海拥有绝对话语权。其次，在高加索地区，土耳其是阿塞拜疆的坚定支持者，而俄罗斯总体偏向亚美尼亚，但整个高加索一直是俄罗斯的势力范围。芬兰、瑞典加入北约后，俄罗斯在高加索地区影响力将被迫下降，高加索地区可能会成为土耳其势力范围，而土耳其又是北约成员国。它实力的提升意味着北约组织影响力的提升，所以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才会一直在积极促成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2022年6月28日，也就是北约在西班牙马德里召开峰会的第1天，3国政府首脑在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进行谈判后，宣布了这一决定。现场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芬兰外长哈维斯托和瑞典外长安林德签署了3边备忘录。北约发布的声明称，这份备忘录为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铺平了道路，只要按备忘录内容来，他俩就可以加入北约。根据北约网站发布的文件，备忘录的主要内容简单的说，就是要求瑞典和芬兰全力支持土耳其的反恐斗争，以最强烈的措辞明确谴责所有恐怖组织针对土耳其进行的袭击活动，并要承认 PKK 为禁止的恐怖组织，承诺阻止并调查 PKK 及相关组织及个人的任何筹资和招募活动，要根据土耳其方面提供的信息、证据和情报等，迅速考虑和处理有关恐怖嫌疑人的驱逐或引渡请求，同时还要打击相关的虚假信息，防止其国内法律被滥用于为恐怖组织谋利或宣传等等。如果能做到以上要求，土耳其就确认会支持北约的开放政策，支持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但结果显而易见，芬兰成功了，瑞典却遥遥无期。瑞典方面认为，该国已经履行了备忘录中部分要求，是土耳其要的太多了，但土方坚称瑞典做的还不够。如今1月21日，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一连举行了3场涉及土耳其和北约的抗议活动，尤其是这些抗议还发生在土耳其大使馆周围，这让埃尔多安愤怒表示，瑞典不要再指望土耳其会支持其加入北约。也正因此，瑞典与土耳其的谈判才会陷入僵局。芬兰和俄罗斯有着1300公里的边境线，两国紧紧相邻。芬兰要是加入北约，北约就能把导弹系统部署到俄罗斯家门口，其威胁丝毫不弱于乌克兰加入北约。而乌克兰把加入北约写入宪法，俄罗斯就出兵发动了俄乌战争。那么，芬兰放弃中立国地位加入北约，会不会遭到俄罗斯的报复性打击呢？关于这点，俄副外交长格鲁什科去年就已经表明了态度：如果芬兰加
加入北约，俄罗斯不会做出情绪化决定。什么叫不会做出情绪化决定？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俄罗斯不会冲动，不会立马对芬兰实施武装打击。这时乌兄弟不理解了，大家都是加入北约，凭什么你要入侵我，而芬兰一点事没有？其实原因很简单，首先俄罗斯正跟乌克兰陷入持久战，再跟芬兰开辟第二战场，俄罗斯无疑是将自己置入更加危险的境地。其次，芬兰不是乌克兰，乌克兰遍地平原，很适合坦克装甲作战，但芬兰位于北欧，多山多林，易守难攻，而且芬兰的武力值比较高，俄罗斯出兵之前无论如何都要多掂量掂量的。比如苏芬冬季战争，在1939年的冬天，苏联入侵芬兰，苏联参战总兵力高达120万，芬兰参战总兵力仅20万。芬兰却以伤亡10万的代价，造成苏军40万伤亡。苏军在付出极大的代价后惨胜芬兰。从这一仗就能看出，芬兰人尚武善战，以少打多，丝毫不怂。而且芬兰在宣布中立后，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尚武精神，而是成为了欧洲地区极少数全民义务兵役制的国家之一。和以色列一样，不管男女，通通都要服兵役。芬兰女兵与以色列女兵一样出名，可以说芬兰是一个全民皆兵的国家，总人口为550万，其常备军人数不多，仅3.6万人，其中2.8万陆军，主力装备是200辆德国豹二坦克，5000空军，主力战机为美制 F-18大黄蜂战斗机，拥有总作战飞机130多架。3000海军，主力舰艇是4艘哈米纳级导弹艇，海军总吨位在1.3万吨。从纸面实力来看，芬兰好像很弱小，但是芬兰预备役有40万，一旦进入战时，芬兰军队可以迅速扩充至40万以上，比乌克兰的常备军要高得多。而且芬兰能以20万兵力就能给120万苏军造成40万伤亡，这足以说明芬兰人的本土防御十分了得。再加上地处华约和北约的最前沿，芬兰还在全国兴建了5万多个核弹级末日防空洞，能够容纳400多万人。即使爆发核大战，80%的芬兰人也能躲进防空洞里，躲避核弹辐射的袭击。这样的芬兰，你说俄罗斯敢对他动武吗？当然，芬兰加入北约的影响还与最近计划成立的北约联合空军有关，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看看。好了，大家对芬兰加入北约是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